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次影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影片，就是关于如何自己部署一个 VPN 服务。现在的网络环境日益复杂，无论是保护个人的隐私，还是访问地区限制的内容，VPN 都成为了很多人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提到部署 VPN，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甚至需要专业的 IT 技能才能完成。但实际上，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甚至是傻瓜式的操作。在这支影片中，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自己使用OpenVPN。OpenVPN 是一款开源、免费和安全的工具，快速部署一个属于自己的 VPN。顺便说一下，我是一名在法国巴黎工作的资料工程师，VPN 是我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多年前我就开始自己自建 VPN 服务，不仅稳定安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未中断过。我目前人在巴黎，无论是处理工作还是个人需求，这套系统一直在我保证当中的安全的网络环境中工作运行。那么，为什么我会使用 VPN 呢？举个例子，我平时很喜欢看韩国的综艺节目，但有的时候这些节目对地区的 IP 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的 IP 是在法国巴黎，必须要有韩国的 IP 地址才能观看。这时候 VPN 就成为了我的得力助手，它能让我轻松的切换到韩国的 IP，随时随地的追我喜欢的韩剧和综艺节目。不仅如此，VPN 还能够帮助我访问更多被限制的内容，实现真正的网络自由。比如说，你可以使用 YouTube，或者是使用维基百科，或者是使用 Google，但是这些服务可能会在某些国家是禁止使用的。另外，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免费的 VPN 很方便，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免费的 VPN 很可能并不安全，有的时候甚至是钓鱼网站，可能会偷偷的收集你的个人资料，甚至更严重的是会有安全隐患。所以我想透露，这一期影片教大家如何使用 VPN，自建一个安全又稳定的 VPN，不仅能够满足你的网络需求，还能有效的保证你的隐私和资料安全。我透过这个技术可以无缝的在不同的操作平台上使用，比如说我如何通过部署这款服务成功的在安卓手机上使用，以及成功的在苹果手机上使用，还有成功的在 iPad tablet 上使用。然后这是手机，还有就是 laptop，比如说 MacBook、Apple 操作系统如何使用，以及 Linux Linux 乌班图系统的操作如何使用，还有 Windows 上如何操作使用。我在这支影片都会分享如何去在多平台使用这款服务。你不需要高深的技术背景，也不需要花大价钱去购买高端的设备，只需要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就能够轻松部署自己的 VPN。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在享受网络自由的同时，使用稳定安全 VPN，再也不用担心资料泄露或者不稳定的问题。如果你对 VPN 的基础概念很感兴趣，或者需要一个高效的网络工具，这支影片绝对是你需要准备观看的。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观看。但是在观看影片之前，我想对大家说，我分享这支影片不是为了让大家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只是想让大家如何科学的学习上网。好了，那我们来观看我们的影片吧。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我如何在AWS 上部署OpenVPN 服务。然后这里我们需要进入 AWS Amazon.com 这个页面，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假设大家有 AWS 账户，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自己去注册一个账户，然后第1年是免费使用，然后免费就相当于免费使用AWS 的免费服务。然后 OpenVPN 也是包含在内的，我们需要登录这个页面，然后我们可以sign in，就是我们需要登录这个页面，就我这已经之前登录好了，所以说就不在这里展示了。然后我们需要看一下 billing， 就是我可以展示一下我这个账单，比如说我这个月的12月份我已经使用了16.3美金，但是这个不是我的 VPN 服务，是我的个人的
block 的一个费用。然后可以看到我的 bill， 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 VPN 所支付了多少钱。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最贵的是$10，然后其中是 EC2 它的服务是，你看我的 VPN 是部署在新加坡的节点的，然后是$1.4，我消费了36个小时，我用了36个小时，只用了$0.53，其实这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就相当于我如果每天用2个小时的 VPN 服务的话，然后我1个月大概就是用60个小时。那你可以看到我这36个小时double 的话，就是大约是$1.2，就相当于我1个月如果每天用2个小时的话，我这伺服器产生的费用只有是$1.2，其实这很便宜的。而且它这个伺服器是我自己的共享的一个VPN 服务，我不和别人共享一个服务，所以说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然后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支付0.87每个月，大约是$0.87的一个存储。这个存储你看我是大约是每个月的话是7.258GB，这个是必须要你需要 SSD 存储的，就如果你要安装一台伺服器，你必须要存储的，这是必须要花费的，但是这个价格是能接受的。然后由于我这里我并没有购买静态 IP， 因为我每次启动一个 VPN， 它的 IP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需要购买一个静态 IP， 因为每次获得的 VPN IP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是能节省很大的一部分费用。然后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很合理的。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EC2 是如何使用 EC2， 因为这里面的 VPN 是需要 EC2 service， 可以点进来。点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韩国的节点，因为我在影片开头介绍我是如何看韩剧，然后使用韩国的 VPN。这里面 AWS 提供了以下国家的服务，比如说美国、香港、印度、日本、首尔、韩国、新加坡、雪梨、东京、加拿大，还有欧洲，比如说法兰克福，然后爱尔兰、伦敦、法国，还有 Stockholm， 就是瑞典，然后还有 South America 南美的是巴西。目前是以上的国家，但是也可以有更多的，但是其中有12个 religion 是我的账户是不能允许的，但是也可以就是管理这个就是国家，其实也可以激活更多的国家，比如说印尼啦，还有澳洲啦、马来西亚啦，还有瑞士，这个得需要你去激活，因为我这是 disable， 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有不同国家的节点。但是这里面目前是没有发现有台湾的，所以说不好意思大家，如果需要台湾的这个 AWS 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帮到。这里还有以色列的 Israel， 然后沙烏地阿拉伯这应该是沙烏地阿拉伯，这是中东的。好，那我们返回这个，我们就直接在这个 server 上创建一台伺服器，我们需要点击 instance。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伺服器正在运行，因为我们没有去创建，所以说我们需要点 launch instance， 然后在更多的一个这里面点击选择输入 open VPN。Amazon 它已经帮我们已经 productionized 的就是这个产品，所以说你不需要自己去安装，直接我们点击 select 就可以了。这我们选择这个 subscribe now。现在我们可以订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AWS 已经为我们确定好了一个伺服器的镜像，然后我们需要选择instance 的 type， 然后我们这里建议大家选择T2.micro。如果你不差钱的话，可以选择高的，但是如果前提是你用户量多的情况下，如果1个人的话或者2个人的话，其实选择 micro 就是可以的。这里面它如果是你第一次注册 AWS 第1年的是免费的，所以说你如果免费使用1年的话，就相当于免费使用1年 VPN 服务。这里面也可以
就是这个条件是 free tier， 就是你可以选择 T2.micro， 然后选择 T2.micro。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 T2 nano， 这个是特别小，因为我当时测试了，在这款伺服器安装 OpenVPN 是无法使用的，就是 VPN 它总当掉，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选择第2个 micro 就可以了。选择之后，我们选择一个 key， 这 key 就是用来你去安全的连接你的那个伺服器的。然后我们这之前已经创建了一个key， 就是你可以自己，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建议你点击 create new key pair， 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了，我就是使用这个 VPN。然后选择创建一个 security group， 这里面我建议大家暂停我的影片，然后你需要配置一些这个。你也可以就是创建好伺服器之后再配置，可以选择，因为我这里面就选择已经创建好的。至于如何选择 SSH、Custom TCP 还有Custom UDP 呢？这里面我有一个已经注册好、已经制作好的，你可以照我这个抄送下来就可以。比如说 HTTPS TCP 选择443的端口，然后 HTTP 选择80。然后 All Traffic 选择 All， 然后 SSH 选择22， 然后 Custom TCP 选择943。这个943是一会儿我们需要用到的，这是我们的 OpenVPN 的一个端口。然后以及 TCP 945或者是和 UDP 1149。然后这里面请大家一定按照我这个去配置。然后这里面我已经选择一个 Select， 我们选择默认的即可。然后这里面那个，因为我们每台伺服器我们必须选择一个 SSD 的一个存储，这里面最小只能选择8G， 所以说其实8G 就足够用了，我们就选择8G， 默认就8G。然后我们点 Launch Instance， 这样的话 AWS 会为我们创建一台我们所需要的伺服器，这个伺服器上已经安装好了 OpenVPN 这个软体，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自己安装 OpenVPN。但是我们需要操作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进入这台伺服器，这是我们刚刚创建的，你看 pending 状态当中。然后这台伺服器已经为我们分配了一个静态 IP 43.203.210.40，然后这是我们后期连接 VPN 时候需要这个静态 IP。然后我们点击 Instance ID， 这你看已经正在运行当中了，就是相当于 AWS 已经为我们创建好了这台伺服器，我们现在只需要点击连接就可以。连接的话，它默认的 username 是 root， 我们不需要操作，直接点连接。连接之后 ，AWS 这个界面就会帮助我们进入我们刚刚创建好的伺服器 IP 是这个。你可以看到，现在进入之后，它已经帮我们安装好了 OpenVPN， 但是我们需要配置。这个配置它是不能自动帮我们生成的，我们需要自己确定。你可以看到输入 yes， 我们需要输入 yes 点就是遵守协议，然后回车，然后我们也直接敲 int 也是默认的，然后默认是1，然后接下来是默认的，不需要操作，这是密钥协议操作，然后默认的是943端口，我们不需要更改，直接输入 int。443是 TCP 的默认端口，我们也是默认的。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勾选 Yes，should client traffic be routed by default through the VPN， 我们需要输入 Yes。然后 DNS traffic be routed， 我们仍然需要输入 Yes， 还是 Yes 回车。然后你是否需要登入用户名输入 OpenVPN， 所以说我们输入 Yes， 就是你需要用这个用户名 OpenVPN 的用户名去登录，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设入用户名，但是这里我建议大家直接默认即可，然后点敲。这里我们需要大家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就是用来你每次去连接你的 VPN 的时候的，我这里需要你自己输入一个密码，但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输入密码成功，你可以输入回车，它会自动生成一个随机的密码。你看我回车之后，他说 Remember this passport 是这个，我们需要拷贝下来，这个我们一会儿需要用到的。你看我们这里，比如说我放到这里，然后这里我们需要用到的，然后
请输入一个 key， 这个 key 是需要你去官方网站 OpenVPN 去自己注册一个 key， 这里我们先忽略，一会儿我们教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个。你看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密码是这个，然后目前AWS 自动帮我们创建好这个资料库，就是将一些是原始数据啦，比如说 metadata 已经创建好了。目前 AWS 已经帮我们创建好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界面上它会显示一个 admin UI， 就是相当于一个管理员。我们需要进入这个页面。你看，我们可以进入这个页面。这个页面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 Your connection is not private， 这个你可以忽略，点击这个先进功能，然后点 Unsafe， 就我们自动帮我们切换到管理的界面。然后这个输入我们刚才默认的是 OpenVPN， 然后这密码就是刚刚我们拷贝下来这个密码，这是随机的密码。然后你看我们登录。登录之后，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协议，我们需要选择 agree， 就是表示同意的意思。同意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2个 VPN connection 是 allowed。这里我们需要进入哪里？进入用户管理，就是 user management。你可以看到有个 user profiles，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 user profile，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new profile 是吧？然后我们需要点击创建一个 new profile。然后 create，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载的页面就下载了一个这个 profile， 这个 profile 我们是需要连接 OpenVPN 的时候使用的。对了，然后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呢，我刚才找了一下，是在 user management， 然后你需要点击user profiles。这 user profiles 就是相当于每个用户他有个配置文件，然后它这个配置文件就是需要连接你的 VPN 服务的。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是我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它应该是没有的。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创建一个的话，它是比如说我是叫什么呢？我看啊，创建一个，它就默认的叫 OpenVPN。这就你看没着，刚才我当下来的这是 OpenVPN 配置嘛？因为接下来我们连接 OpenVPN 的时候是需要这个配置文件的。然后我们打开来看看这个 OpenVPN 它是什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操作是，比如说需要打开用什么打开呢？用 Notepad，你可以尝试一下。它是一堆密钥，然后一些密码啦，比如说 IP 啦，这就是比如说你的密钥，这是需要你连接服务的。这款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因为它是一个 private keys， 就是它需要你连接伺服器时候需要你的账户密码的。但是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它非常安全。然后连接你的 VPN 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操作一下是如何去操作 VPN。然后我看一下我这个 Windows 它操作系统是有没有 OpenVPN 服务的。我是没有的，我是需要自己下载的。下载这款软件，比如说 OpenVPN Windows 下载。你看我去下载 因为我是 Win11。然后我下载之后，我安装这款软体，安装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大家你看，我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安装上了，是吧？然后点 Next， 只点默认就是接受，然后 Install，操作，然后 Yes。我为什么要安装这款软体呢？因为我在我的Windows 操作系统里面，我是需要去科学上网，是需要
换我的 IP 地址，就是比如说就相当于我使用 VPN 服务，这时候需要下载这款软体，然后点 Finish。因为我现在目标是韩国的 IP，所以说我一会儿给大家测试一下我是否是韩国的 IP 地址。然后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应该是。然后我去，你看这里面看已经安装成功了 ，Great。然后这里面我就需要连接，如何连接呢？很简单，只需要 upload file 就可以了，直接将刚才我浏览器当中的下载好的文件点击，你看有个 download，你看我直接点这个刚刚下载好的 profile， 点连接。这个 IP 就是我刚才伺服器 EC2 生成的一个 IP 地址。你比如说，你看这是3.3.36，是结尾是156。你看我这个 IP 是156吧？这正好匹配上了。然后我们需要进入这个软体 OpenVPN 软体之后，你看啊，我可以连接的。然后这是 user name， 就是它已经是 lock 的，就是你无法更改的。然后可以。密码是多少呢？就是刚才我进入这个自己设置个密码，就是你刚才在进 EC2 时候设置的然后你看我连接，这就刚才我设置。它如果标绿色的话，就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这款应该是目前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可能是在配置当中，哪个配置没配对好，这是我需要解释的，因为它可能是在我的设置当中是需要有一款，然后我输入我的 hostname IP 之后，就是它 IP 是不需要输入的，然后输入也不需要输入用户名，直接输入你刚才设置的密码，然后点 save 之后，然后我们去连接这款 VPN 服务。因为我在影片之前有介绍，我连接的是韩国的 IP，所以说我们现在点击连接，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是已经连接到那儿的 connected， 就是连接，然后我们进入什么呢？我们大家来，是我进入我的另一个页面，然后我测我是 IP 是哪儿的，因为我刚才连的是南韩的。对，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服务，我们看我们的 IP 是哪儿的。你可以看到这个 IP 现在已经变了，是3.36.118.156，这就是刚才我连接服务的这款IP 地址，这款是首尔的。你可以看到它这款 IP 就是稍等一下，我看我翻译一下，这我的 IP 地址，这个不能翻译，OK， 我的 IP 就是结尾是1156，你看现在我变成韩国的 IP 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上正常连接网络，比如说 ChatGPT。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款，这是我们已经就是相当于到了韩国。这款是目前比较稳定的一个节点，你可以看到是 AWS 亚太的，然后是阴神，这是仁川城市。然后我现在断掉连接，是因为我现在不连接 VPN 了。然后我们再刷新，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它这个 IP 变了，又变成我原来这个 IP 了。这是我原来的这个就是国家的 IP。目前这是 Windows 如何操作使用。然后接下来我会教您如何使用 MacBook，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直接将这个下载好的这个配置文件，就是这个 profile 直接放到 MacBook 上，也直接在 MacBook 上去操作，然后以及 iPad。
以及 iPad、iPhone、安卓手机都是可以这么使用的。然后会接下来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如何去使用。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进入这个界面的 EC2 上，我们已经是创建一个正在运行当中。如果我们不想用，比如说暂停，我们需要进入这台实例之后，然后它有个 state 状态，stop instance 就相当于我们给伺服器关机状态，但是不是说将这台伺服器删除。如果我们停止的话，下次我们想用时候再 start instance，但这个时候它 IP 就会变了，所以说我们那个配置需要更改它这个 IP。比如说我们进入这台配置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可以给点开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它是一个相当于它一个连接属性以及这个密钥。但是我们需要，如果我们下一个如果再生成一个的话，生成一个新的 IP，我们需要将这个 IP 修改。但是我个人有一个自己做了一个软体，这个软体手机电脑都可以去访问，然后我们自动更改这个 IP。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手动更改，因为我们下次可能会更换 IP，因为我们静态 IP，因为静态 IP 大约是每个月3.5美金，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购买，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terminate 就相当于删除这台伺服器，这就是永远恢复不来了。这里因为我不给展示，我可以删除，相当于我们这个伺服器就已经被删掉，永久删掉了，我们恢复不了了。然后看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如何在 MacBook 上去运行 OpenVPN。然后因为是我之前在我的 Windows 上有这个配置文件，所以说，但是我在 MacBook 上没有配置文件，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去不同的设备去连接。这里面我就不去连接我的 AWS， 我是有自己的一个网站。我自己的网站可以就是创建一个实例，比如说这是我的个人网站，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个人网站，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就是软体，就是可以自己创建开启 VPN。就比如说我这里面已经做好了，比如说打开1个小时价格多少钱，打开2个小时价格多少钱，打开3个小时。然后等3个小时过，比如说我开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过后，它的 VPN 自动关闭，这样我们就只计费3个小时的价钱，这样比较便宜一些。然后比如说这是我的 OpenVPN， 比如说我开启1个小时，我现在开启1个小时，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展示我的 AWS。大家可以看到，这已经登录了我的AWS 账户，然后我进入我的Singapore 新加坡的节点，因为这里面我做好的这个软体是连接新加坡的一个地址，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 EC2 进去 EC2 上，目前这个我的 instance 你可以看到。它是 stop 的状态上，然后我进我这个网址之后，然后我去开启1个小时，开启1个小时之后，
它会去连接我的 AWS 账户，然后去创建这个实例 start。你看现在它的运行状态，运行状态之后，它会分配一个 IP，比如说 IP 是47开头的，然后65结尾的。你可以看到，然后这个网址之后，它会就是47，然后65结束的。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就是开启这台服务了，因为我用之前我要开启之后呢，我怎么下载那个配置文件呢？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download 到 local， 下载之后，然后我这个 Google 浏览器它会下载一个这个配置，之后，然后我 keep， 我直接点连接，然后我打开 OpenVPN， 然后点 OK，OK 之后，然后密码就输入之前是我自己的密码。然后点连接，之后，我们现在就是看是否能连接新加坡的 VPN。你可以看到已经连接当过程中，然后怎么测试是否连接呢 ？Where's my IP？ 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验证是否机器人。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看已经跳到了新加坡的基点，比如说你看，这已经是新加坡基点，然后47开头的，然后65结束的，现在已经是新加坡的基点，现在也就是进入了新加坡基点，所以说非常简单。我如何在 Linux 乌班图系统连接 OpenVPN？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乌班图20版本，然后我们进入这个Network， 它有个自带的这个 VPN。因为乌班图我不是很确定如何安装OpenVPN 这款软体，所以说，但是我可以用自带的去添加配置，这个稍微比较麻烦一些。这里面你看我再去点击这个已下载到本地，下载到本地之后，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已经下载了这款配置文件，然后我去我的我去我的这款 VPN， 我去连接这个 VPN， 这里面我就需要选择，你看它自己自带的有 L2TP 类型的，还有 PPTP 类型的，我现在选的是 OpenVPN， 然后我去去我的 Once， 不是我的 Once， 应该是我记得有一个是在哪儿找配置啊？不是 OpenVPN， 不好意思啊，我添加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导入 file， 直接将刚下载的这款我导入之后它自己就识别了，识别之后这里面需要我去输入那个用户名密码，然后密码是那个你自己设置的密码，然后我们点添加，添加之后，这是我刚才就是添加好的这个配置，然后我们点连接，我们看右上角，你看它显示了 VPN 的标志，就代表已连接成功。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测试我的 IP 是否这个 VPN 的 IP 开头是47开头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又进入了新加坡的这个地址，然后这已经就代表连接成功。我现在关闭之后，然后我们再刷新页面，你会发现它已经 VPN 就变了，又变成我之前的国家了。所以说这是 Linux 的系统，还是比较容易的。那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如何用安卓手机使用 OpenVPN。然后我还是同样的方式，我进入我这个个人的软体网站，然后去下载我的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大家在配置 OpenVPN 的时候，它是会自己生成的一个文件。然后我们这里去进我这个网址去 download 我的这个文件到本地。因为我这个已经就是用程式码已经写好的，是用 Python 写的。然后
你看我保存这个 config file 就这个配置文件，然后进入这个 OpenVPN 这款软体，安卓手机里，然后去点击之后，然后添加一个配置文件。添加配置文件的时候，直接将刚才的这个加载之后，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需要保存，保存之后，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正在连接当中。连接完之后，现在已经是连接当中，已连接。然后我们可以测试可以去 Google 浏览器上去，呃，看我们的本地 IP 是多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跳到了新加坡的 IP。你看，这些已经进入了新加坡的网络，47开头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我断开之后呢，我又恢复到原来的 IP，然后我再刷新，看又是我的62开头的这个 IP，因为个人隐私，我就不展示我的本地 IP。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我的 iPad。其实 iPad 和 iPhone 的手机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在这里影片里只展示如何操作 iPad 连接 OpenVPN。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是 iPad 的操作系统，然后同样的方式我进入我的网址，然后去下载这个 profile 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在任何一个操作系统都需要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新加坡的节点，然后我下载到本地，仍要传送，哦，然后我存储到我的本地，存储到我的 iPad 档案里，然后点存储。存储之后，我们开启方式是可以通过 OpenVPN，因为我的 Apple 商店里已经下载了这个软体，然后我们点 Add 添加。添加之后，然后用户名是 lock 的，就是你只需要输入密码即可。然后我输入完密码之后，点 Connect 连接，然后你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橙色的已经变成绿色，就代表已连接。然后呢，怎么测试呢？还是同样的方式，进入浏览器里，点击 Where is my IP，然后检查我的本地 IP 是否跳到了新加坡。你看，可以看到是3.0.146.202的 IP，你可以看到是节点是新加坡。那好了，这个 iPad 和 iPhone 已经操作完成。